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Mama told 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make you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好，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drug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drug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drug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飞哥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以及台下的观众们，大家好。我叫韩凯旋。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另一半可以亲自为我点蜡烛。可能因为我之前的话就跟我很多朋友在一起，然后他们在一起过生日的时候，他女朋友为他亲自点蜡烛，我有一点点比较小羡慕吧。刚好应该节目播出这一天就是我的生日。这个要求 OK 吧？来，于杰。男嘉宾你好，先祝你生日快乐。好，非常感谢。然后我想知道，就是你生日的时候，只是希望女朋友给你点蜡烛这个动作，还是希望她从头到尾为你操办所有的一切呢？当然从头为尾这个操办的话，肯定非常高兴。但就是说，只要我过生日，她能来，或者说给我点蜡烛，我就非常高兴嘛。就是这样子。这个点蜡烛呀、切蛋糕啊，它都是一个象征意义。对，这就是仪式感。哎。15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平常比较在意这些小的仪式感吗？就比如说，如果你过生日的时候，你的女朋友忘记帮你订蛋糕了，更别提蜡烛了，因为蜡烛就没有地方插了，这样你会就是有什么样的心情呢？会特别生气吗？生气倒不会，就可能心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小失落。但是我可能更注重的就是我过生日之后，对方能够陪伴在一起，这个是感到最开心的一个事情。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女生就是把很多衣服攒到一起，去洗。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可能就有一点小洁癖，不喜欢好多东西堆放在一起，就可能感觉不是很舒服。6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经常在外面出差，我可能比你还会有一点小洁癖，因为我的衣服是不会在外面洗的，我一定要带到家里面，用家里面的洗衣机来洗这个衣服。还有一个呢，我发现你有一个小习惯，就是你每说话的时候都要把手插在那个裤兜里面。然后说完之后还要拿出来。可能多多少少稍微有一点紧张吧，就是化解紧张的一个小方式吧。4号。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就是衣服攒到一起洗特别长的时间，你是接受不了，就多少天？
你比如说你周一的衣服，周四周五还不洗，我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吧。最起码你今天你可能有事你没洗，你隔一天或者隔了个2天，最起码要洗掉嘛。超过3天的样子，对吧？对，超过3天可能我就有点忍受不了了。明白，谢谢。眼里得有活是吧？忍受不了你就把它洗掉。眼里有活。可以。啊，看片子。金陵古村百年村落就是这了。小时候我垫着脚在地图上探险，现在我用地图丈量世界。我叫韩凯旋，一家旅行私人定制工作室创始人。一份纸质地图是我开启一段旅行必不可少的钥匙。公路、河流、山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指引我发现不同的美景。旅行结束后，我会把当地的地图收集起来。目前我已经收藏了几十种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地图。旅行中，我会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客人，他们的风格也各不相同。年轻人追求做自己，喜欢自由；老年人呢，追求不留遗憾，更喜欢全套的感受。我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他们上头的时候，我会提醒他们。安全第一，因为只有凯旋而归的旅行才叫完美的旅行。随着工作室步入正轨，我现在有了更多的个人时间，也在慢慢捡回之前因为工作舍弃掉的爱好，跑跑步、打打篮球，也会去音乐节听听民谣和摇滚，在嘈杂声中做一个静静欣赏音乐的大爷，把节奏放慢下来，细细品味生活。这个是从小时候就是大概在5、6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习惯，我比较喜欢这个看地图。那到了我这个初中之后，随着我这个时间越来越多了，可能我更容易去收藏地图。第一个的话看到的是一个南京的地图，非常有年代感，是86年的南京的一张老地图。左方的话看到这个建邺区，这边是一片空白。那其实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多人应该比较了解，就是我们南京的紫金山，包括我们南京很多景点啊，明孝陵、中山陵都在那个方向。那这第2张地图的话，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这个是2011年的，我们能够看到南京的一个发展史。那这20多年到30年内，我们南京城市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这边还有一张地图是杭州的地图。看到我们这个围绕西湖边，这是我们整个80年代杭州一个城市的一个布局。我们右手边的话是钱塘江，然后这边是西湖，能够看到杭州的一个发展史啊，这也非常珍贵的。哦，我那个80年代杭州我就生活在那儿，然后现在我就过好多年再回去看看，就觉得好像没有小时候的那个样子了。可以给我们稍稍看一下，把玩一下吗？好嘞。我真好感动啊，因为我小学在那个南山路上，我们小学对面是那个叫儿童公园，后来呢就改成了老年公园，现在改成了一个市民公园，叫永金公园。但是你看在这儿，他还画的是儿童公园，哎呀，就感觉回到了过去。满满的回忆。我这命名是跟着黄老师走啊。黄老师是儿童公园，那是儿童公园，现在是市民，那老年倒也没有，市民公园是市民公园，然后是夕阳红公园。本来地图只能看到空间，但是老地图能够看到时间。这周灵儿，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嘛，哪个旅游的目的地让你印象比较深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去丽江。当第一次去那个玉龙雪山，我没有看到这个全貌，就当时比较有点遗憾嘛。但我从丽江去那个香格里拉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惊险的事情。当时我们是从香格里拉往丽江走，我们因为一点事情耽误了10分钟。经过金沙江的时候，中间有一个悬崖，下雨天，当时有一辆大巴车跟这个越野车直接撞在一起了。那我们的话过了10分钟，刚好经过这个地方，就回想过来可能比较后怕。13号，男嘉宾您好，您刚才说从丽江到
香格里拉的这个路途中，可能出现了很危险的一幕，是吧？对对对。我也是在云南玩的时候，是从丽江到泸沽湖的路上，也是遇到了这样很惊险的，有这个雪，然后这个大巴车打滑，也很害怕，很惊悚。所以就想问问您，不是做旅游定制吗？对对对。那在定制的这个工作当中，会尤为考虑安全问题吗？经过这个叫做香格里拉之后，可能我在之前我比较喜欢可能去探险，比如说我想去爬雪山。那从那之后的话，可能我希望就是安全放在第一位嘛。谢谢。12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去到一个地方的话呢，你是比较在意它的人文情怀，或者是说古建筑，还是会比较喜欢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夜生活，或者是说酒吧文化，或者是什么？我第一个可能更注重一个人文，还有就是看看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史。比如说这个城市，我先到老城区，我会去逛一逛，然后再到新城区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一个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变化。谢谢。17号。就是我看你平时就是线下的生活很丰富嘛，那你除了摇滚乐还喜欢别的一些音乐吗？我是先从旅行当中，接触的是民谣，从民谣的话又过渡到这个摇滚吧。因为我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喜欢和一些哥们儿啊朋友，我们去音乐节或者去 live house。啊，对对，我平时也很喜欢听一些音乐现场这样。那可以，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玩。来看下一条。爱情就像两个人的旅行。方向不同，很难走到最后。我们在旅行中相识，他很优秀，985在读，会3国语言。分别后，我们经常分享彼此生活的日常。我当时觉得有分享欲，大概就是有好感了吧，就对他表了白，我们在一起吧。3个月后，他临近毕业，开始考虑职业规划，而我才大2，谈到未来，经常不欢而散。人生的方向不同。我们的分享也变得越来越少。一天，我收到他的快递，是分手礼物。我选择独自旅行，走出这段感情。3年后，我遇到一个对我很好的女生，她会细心的照顾我，也会用温和的方式指出我的不足。很快，我们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一次，她告诉我要回老家。但我的第6感却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发现了背叛。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我选择原谅，但换回的却都是谎言。2个人的路上，我拒绝3个人一起走。对于爱情旅途上的另一半，我希望他对生活有追求，有目标，不要像条咸鱼一样，遇到困难就退缩，工作不开心就辞职。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我希望遇见1+1大于2的你，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爱情地图。礼仪。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您的前女友一次次的背叛您，为什么你还要选择原谅她呢？这个其实一开始的话，只是我还没有完全发现嘛。当时我是觉得我们2个人的是这个状态出现了问题，他提出跟我分手，因为我对这段感情的话是比较注重的，那我肯定想要2个人一起走下去。第2次之后，我是选择了出去旅行，又一次就是发现对方来找他，就选择了分手嘛。其实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其实也就是2次嘛。对。杨怡呢？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 VCR 里有说不要把我的付出当做理所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概是什么呢？就有时候，不要提出太多过分的或者无理的要求。人与人之间相处嘛，可能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他可能比如说，我明天过生日我选择送给你是我的一片心意，但不能你把你的所有的这些要求都强加在我的身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亲密关系当中，2个人相处，任何一方对另外一方的付出都不是理所应当的，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回应。只有回应的那种付出才会持续，而单方面的输出，而另外一方面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很难长久维系的。13号。
男嘉宾你好，短片里面您提到了1+1大于2哈，就怎么理解您说的这个1+1大于2呢？1+1大于2，就本来2个人在一起的话，肯定是为了一个能够创造一个共同美好的未来。那我找了另一半，如果说2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矛盾，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那肯定更向往一个更合拍的一个节奏。3号。大家好，我是3号李音乐。我喜欢找的男嘉宾是略带大男子主义和幽默感的。男嘉宾你好，我理解这个1+1大于2的这个爱情是这样理解的，就比如说是我的缺点，或者说是你的优点，我们2个可以互补。我看到你的优点的时候，我也可以向你学习；你看到我的缺点的时候，你可以帮我改正。对你说的这个，对，就是这个意思。我非常喜欢这种一个模式嘛。当然，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对。但是我觉得在恋爱当中，可能除了一小部分属于缺点之外，我觉得更多的属于特点。对吧？它不存在一个好和坏、是和非，它只是你这样，我那样而已。方式不同。哎，2号。男嘉宾你好，因为看到你在 VCR 里面有说，2个人如果说方向不一致的话，是很难走到一起的。如果说2个人以后在面对影响2个人未来的一些决定，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你还是会选择分开呢，还是会说2个人去中和一下？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大家都在读书。对这个概念认知还是不那么完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考虑的问题没有那么多，当时比较年轻。那如果说2人在一起之后遇见的问题，要一起去沟通，及时沟通，做一个处理，然后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去逃避。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1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工作的时候呢，是旅行规划，然后闲余的时候呢喜欢旅行，压力大了也喜欢旅行。那请问你还有别的兴趣爱好吗？有啊，第一个我比较喜欢打篮球，还有的话像这个乒乓球、羽毛球这一块我都喜欢打。跑步，包括平时像去这个健身房，包括一些兴趣爱好都有。跟女生在一起的活动。都可以，比如说一起去看看电影啊，我们周末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餐厅，我们去创造一个好的氛围环境，都可以的。最后留灯的是18号。男嘉宾你好，我叫贾倩，我今年27岁，来自河南平顶山。我从小呢就觉得教书育人很有意义，所以说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成为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今天给你留灯呢，是因为你喜欢旅行嘛？其实我自己呢也比较喜欢旅行。我想问一下，就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计划一个就是旅行婚礼呢？我有这个计划，比如说以后这个跟女朋友要去拍婚纱照的时候，那我可能选择这样去那个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然后去阿根廷，还有去这个马尔代夫，可以来一个这种婚礼旅行吧，都可以的。好，谢谢。去非洲的旅行当中，很少有人把马达加斯加作为目的地，为什么？就我觉得那个地方比较有意思，跟非洲大陆有点不同，所以说它那个气候，包括当地的一些人文景观，我比较向往。来看一下他的自推。韩凯旋的自推女生是王小丫。男生性格开朗、阳光、有活力，追求有品质感、仪式感的生活，但内心传统，有自己明确的原则和底线，做事条理清晰，在意整洁和秩序，感情里感性浪漫，在于女生内在的性格和品质。而王小丫呢，善良温暖，非常在意干净、整洁和秩序感。感情里喜欢有仪式感和品质感的生活，看重忠诚和责任感，两人可以一起规划未来，一起为了精致有品味的生活而努力，是相互成就的一对，供您参考。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18号和20号。如果说你选择跟我出去旅行的时候，让你带3件必须要带的物品，你会选择带什么？来，18号带3样东西。我觉得会带手机、衣服。还有化妆品。好，谢谢。
20号。男嘉宾你好。你好。如果是必带的3样物品的话，我可能第一个就是手机，第二个是医药品，然后第三个的话，也会选择衣服。衣服里面可能会包含一些什么雨衣，然后防水雨鞋这种，然后能更好的保障我们2个人出行的安全。好，谢谢。要是你呢？你的答案是？手机肯定是必备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地图，还有的话就是我会带一个万能的一个登山包，里面会放一些这个在路上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的一些用的东西。他这个包里边有20样东西。好，来2个女生，如果选20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也可以牵手18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自己回去，谢谢。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我非常感谢18号为我留灯。最重要一个可能就是我跟他还是没有一个眼缘吧。其实我的生活的话，除了旅行，还有蛮多的一些兴趣爱好。如果我的女朋友她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话，我很乐意跟她一起去尝试。有请下一位男嘉宾。飞哥好，2位老师好，在座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是唐彪，来自深圳。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对方不要逼我吃辣。杨怡呢？你好，男嘉宾，就是我从这个距离看过去，就感觉您白白嫩嫩、白白胖胖的，是跟你不吃辣有关系吗？怎么说呢？白是天生丽质，辣的话是完全吃不了，因为本身我如果吃辣的话，就会眼泪鼻涕一直流，所以我就觉得说，即使在一起的话，也是各自吃各自的就好了。我帮你测试一下，来，第一层的特别爱吃的，举手看一下。哎呦，1/3属于特别爱吃辣，哇，重点关注一下，不能吃辣的。3个，剩下就是他们爱吃，会不会逼你吃？只要不逼我吃，我可以做2份，1份是辣的，1份是不辣的就好了。7号。你刚才说不能吃辣，那你喜欢喝比较营养的汤吗？因为我人在广东，广东人煲汤是特别有一手的。那你会煲吗？我的厨艺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大家喜欢吃的应该都可以做得出来。比如呢，你最擅长的汤是什么？玉米排骨汤。哦，还行。听上去是为他们公司在找厨子。你是总经理对不对？对。生活在哪个城市来着？我现在在广州工作，我是山东人。在广州工作，你呢？在哪里？我在深圳，我也是山东人。山东哪里？我是济南的。我是泰安的。哦，好近呢。很近很近。来，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没有脾气。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不希望对方没有脾气。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沟通和化解，而不是说把它攒到心里，等到最后的爆发，这才是我想表达最重点的东西。哦，谈过几次恋爱啊？2次。不是，我觉得是不是2次脾气都很大，女生？是的。对啊，他这种问题就招脾气大的人，你看。压力大。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会发脾气吗？我感觉你的声音好细，你能吼我一句吗？让我听一听。我躲开一点，不要吓到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声音细的原因，主要是我说话习惯轻声细语的，但是好像你说发脾气的话很少，除非说到了某些特别生气的时候。你上一次发脾气是在哪一年？因为什么事儿？给我们回忆一下。2018年，忘了，可能就没发过。如果你真能想起来是2018年，那就一定时间和事是相连的。但是我只知道我2018年发过一次火，跟谁我忘了，什么事儿我也忘了，不可能。你再想想。2018年发生什么事？其实是分手。分手。14号。男嘉宾你好，我不希望对方没有脾气，但是如果对方很有脾气，你很会哄吗？那是必然的呀。你看他那个笑容，在家煲汤。对。先把汤喝下去再骂，也不差这一会儿。看第一条片子。我一直觉得说珠宝不仅仅是一粒石头、一件商品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对于美的艺术，承载了真挚的感情和美好的期盼。而珠宝设计师工作的价值，就是将珠宝的爱与美传递给每一个人。千言万语汇成一张小小的设计稿，让每一个美好的时刻成为永久。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我叫唐彪，圈内人呢喜欢叫我唐11。我与珠宝结缘源于很小的时候，我是山东人，在我家的附近会有很多的泰山石、上水石啊之类的。从小呢，我就很喜欢观察它们。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认清楚石英岩啊、花岗岩这些常见的岩石。大学时很顺理成章的上了自己最心仪的学府——中国地质大学。我有幸辅修到了地质大学的珠宝专业。毕业之后考取了 GIC 珠宝鉴定师的证书，算是一名科班出身的正经珠宝人吧。从事珠宝行业以来，累计设计和制作了60几件作品。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几款是热气球、跳舞的小人，为我的宠物鸡腿设计的猫形吊坠一度成为爆款。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有养了1只法斗、1只橘猫以及4只鹦鹉。每个离家在外的人应该都有一种孤独感，而我克服孤独的方式就是好好吃饭。我连续400多天在社交软件里面晒自己做的饭。虽然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在深圳的日子，但我依然想遇到一个能与我一起分享美食、一起过好每一天的人。我呢，曾经为30多对新人设计属于他们的结婚戒指，而现在呢，我有个梦想，遇到一位肉肉的女孩子。对，我确实是喜欢微胖的女生。对啊，微胖的女生，你来1号。你好，男嘉宾，我是来自杭州的钱巧玲。那我在 VCR 里看到你说喜欢肉肉的微胖的女生，那我很想知道，就是你的微胖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每个人对大码的理解、微胖的理解不一样嘛。就是你这样的，就是你这样的。哎呀，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5号。你好，男嘉宾。我看到就是您的从这个学业上来讲，包括到现在工作也都挺有成就的。我想问问看，您自己觉得在珠宝设计师这个领域，你有什么特别有优势的地方？
热爱可抵漫长岁月。然后当你真的努力去钻研一件事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是绝对不一样的。好，了解了，谢谢。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普及一点点跟珠宝有关的知识？那我就用大家最熟悉的钻石来举例吧。因为钻石是有一个很严苛的标准的，就是4C 标准：重量、颜色、切工和净度。重量的话就是咱们说的1克拉、2克拉、3克拉。颜色的话是从低色往下，越往下越黄。然后净度它是从 IF、VVS 一直往下，越往下的话就是说净度会更低，里面瑕疵就会越多。切工的话，它决定的是钻石闪不闪。我建议，如果说以后大家想买钻石的话，就买3EX 切工的钻石，那是最完美的。我不懂这行，打个比方，我有一个钻石，我给你让你加工一个东西，我往他那一弄，我又不懂，我回头走，你告诉我半个月以后再学，另外给我一个是玻璃的，就像我这种外行，我也看不出来，我怎么能保证我回来取货的时候它还是真的呢？是这样的，就每个钻石上面它会有一个腰码，你可以用放大镜去看钻石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腰码上很清晰的一串数字，就可以鉴定是不是你那个钻石了。哦，你带来的东西给我们展示一下吗？这几款呢，是我最喜欢的几个作品。这一款呢是一个热气球的设计，热气球通常代表着诗和远方，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跟我的爱人一起乘坐热气球环游世界。然后这一款材质的话是一个空装珐琅的材质，它的设计其实最难的是它的工艺，经过40多道烧制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作品。哦，一般来说制作周期都是2周以上。空窗珐琅。跳舞小人是我当时去音乐会看到一些舞者在跳舞，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身姿特别美，我想记录下来。它是一个耳钉，然后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可以旋转。哦，女孩会旋转啊，这真的舞动起来。然后这一款的话，刚才戴维萨有提到，这是一款猫咪型的吊坠。然后这款吊坠的话，我用几个小米珠微镶了一个猫爪，然后在背后的话特意镌刻几个字 "Be with you"， 就是我希望和你永远在一起。哇哦！但我能感觉到它的整个设计都是喜欢自由而浪漫的气质哈。所以，然后一个你喜欢的是自由而浪漫的一个微胖的女生，有话就说的那种性格。我是一个很注重仪式感的人，我希望说她也能够有点仪式感。做珠宝要再不要仪式感，买珠宝干嘛呢？你在设计的时候想象的这个作品会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带着？你会把那个人带入进来吗？我的设计一般都是挺随心所欲的，就是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东西。那客户给你定，我就要这样的，但是你并不欣赏这种风格，你做不做呢？他们做的都是对的。22号。男嘉宾你好，我是22号女生孙艺轩，来自山东潍坊。那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山东人啊，还是蛮亲切的。我看到你刚才有在说，就是喜欢一个生活中比较有仪式感的嘛，你会具体的做到哪一些呢？我对于生活的仪式感其实是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会每天晚上给自己做顿好吃的。我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连续400多天分享我每天做的饭。然后提到艺人时呢，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叫做清蒸虾仁儿。哎，我觉得会做饭的男生真的很可爱啊。陈老师肯定不会做饭吗？我这完全不会，我非常羡慕。就刚才他那一整张图片，我都看傻了。而且我有注意到你那一整张图片当中倒数第3行，有一只正在打针的手。哦，看到了。那一张在整个的拼图当中，就凸显出他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呼唤着。对，就是你平时一个人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但是真的到了一些光芒暗淡的时刻，你其实还是需要身边有一个肩膀依靠一下。1号。你好，男嘉宾，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坚持了差不多200天的一个一人食的，就做饭打卡。哇，他两人好搭。哇，
然后对你还挺有好感的，你可以留意一下我。1号其实也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比如说。那个男嘉宾你好，我是这名钢琴老师。那平时呢，我在暑假的时候其实也会去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一些附近社区里的小朋友，那么我们呢就会组织起来，就是给小朋友去上一些特色的音乐课程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那您平时在生活中会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女孩子，对吗？对对，我会。如果说是楼下路过一只流浪猫的话，我会去便利店给它买香肠吃。那你会喜欢我的宠物们吗？我很喜欢，但是就唯一有一点点遗憾的是，我对猫毛有点过敏。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是只要家里能够做到毛发没有满天飞的话，应该是 OK 的。看第2条片子。我的第一段恋爱呢，是在大一的时候，有一个隔壁学校的同学，我们相识于贴吧。校园的恋爱总是青春且美好，一起约图书馆，一起约食堂，牵手，在操场散步。但是那时呢，两个人都比较不成熟，可能是我太粘人了吧，女生不能接受我频繁联系她，就分手了。在大3时呢，遇到了一个满眼都是我的女孩子，她就是我心中理想型的微胖身材。但是呢，这种美好的恋爱没有持续多久。大4时，我来了深圳，而她留在武汉。最开始两个人靠短信、靠电话维持感情。然而异地恋总是折磨人的，甜蜜逐渐被争吵取代。终于有一天，她来到了深圳，她跟我说，如果你还喜欢我，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但是你要重新追我一次。但当时我刚来深圳，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追回她，于是在一座地标建筑下握手告别，他向左，我向右，删除彼此联系方式，没有了任何的联系。我是喜欢微胖的、肉肉的、可爱的女孩子。如果说你是瘦瘦的女孩子的话，我相信我的厨艺也一定会好好投喂你，励志一定会把你养胖的。厉害厉害厉害！我觉得他有120个理由爆灯。来1号。你好，是这样子，就是你说你喜欢比较有仪式感的女生，然后微胖的肉肉，我觉得我都挺符合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就比如说吃美食呀之类的。那么其实你刚刚有讲一句话比较打动我，就是说热爱可抵漫长岁月。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是真心很喜欢一个人的话，或者说喜欢一件事情，你肯定会把它坚持到底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跟我最近听的一首歌，我觉得特别的符合。我想唱首歌给你听，可以吗？唱首歌给你听，可以吗？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滴答滴答，你慢些忘。别忘了我的模样，忘了吻我脸庞。哒哒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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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不好意思，后面忘词了。忘词儿也能唱得这么好，唱的含情脉脉。喜欢吗？喜欢，喜欢。想和你在一起，在一起，数天上那最亮的星星。想和你在一起，哦，在一起，
感觉世界都充满甜蜜，想和你在一起，去贴上了你。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自推女生史。我觉得这是在考验我们的系统到底准不准的地方。唐彪的自推女生是1号钱巧玲。我觉得我要是那个系统，感觉我不容易，松了一口气。我们来听一下，男生性格认真负责，喜欢研究美食，会通过美食减压，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感情上非常顾家，说到就一定要做到，有责任有担当。女生的知性、浪漫、美丽大方，个性大胆，敢于冒险，非常重视亲密关系中的陪伴和感受。两人在一起互补较多，男生欣赏女生有活力、好奇心强、勤俭持家、家庭观念强，而女生呢喜欢男生有责任感、为人踏实、靠谱、有担当，生活中敢于冒一些小风险，幸福感很强。太好了。他们的职业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的互补度非常高。其实有的时候艺术行业需要一个既有艺术相通性，但又不一样来点亮自己灵感的火焰。你知道，珠宝设计横跨的是美术和雕塑，而这边正好是音乐。我甚至都在想，你下次可以试试看，你做一系列的珠宝，就用这样的音乐家的名字来命名，巴赫、肖邦。还有一款叫巧玲。哎，非常好，巴赫、肖邦和巧玲，哇，真的。好，谢谢老师，回去就准备开始设计。我们再来看他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我愿意保护你在等当日的依偎，因为我们是老天造地设的一对，人生都完美，被你贴体会，用时间好吞心灰。这种情况又是爆灯的，又是心动，又是助推的，极少。来，还要表白呢，来那。仪式感。是有点紧张，男嘉宾。你看到我的话，心里有没有想给我创作一个什么类型的珠宝之类的？如果以后我们结婚的话，想和你在一起，去天上那最亮的星星。我想说，如果为你设计你所需要的一切首饰的话，那我以后都全部替你包揽吧。想和你在一起，哇，太甜蜜了！天哪！去天上那最亮的星星，想和你在一起，好在一起，想和你在一起，在一起，数天上那最亮的星星。想和你在一起，还在一起，感觉世界都充满甜蜜。想和你在一起。你说喜欢肉肉的、微胖的女生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你这样的。心里有没有想给我创作一个什么类型的珠宝？如果以后我们结婚的话，如果为你设计你所需要的一切首饰的话，那我以后都全部替你包揽吧。
有点紧张，然后还是很开心的，就是能够找到匹配度这么高的男生。看到他第一眼我就知道没有其他人了。真的吗？对。当看到心动、智推和暴增是同一个人的时候，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当时我迫不及待就跑过去，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我这次要找的人了。我当时看到男嘉宾就是迫不及待的向我跑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幸福来得好突然。你看这个小胖拉着另外一个小胖一路小跑，那个姑娘还想招招手，他就拖着他跑，他感觉是快点快点，慢了就会被人截胡，感觉。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台前24位女嘉宾好，我是刘俊宇，来自于杭州，今年29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会能接受跟我顿顿都吃肉。我这个人喜欢吃肉的原因是，我觉得吃了肉之后有很强的幸福感。12号，我是每天都吃肉。那你吃的肉是什么样的？是那种水煮的、健康的，还是说就各种吧？因为我自己平常也会做那种有关肉的料理，什么红烧肉，然后牛蛙、龙虾等等各种我都会做。陈胜男。男嘉宾你好，你说你喜欢吃肉啊？那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肉的菜呀？糖醋里脊我可能几乎只要我上桌点菜，就几乎都有糖醋里脊。是，我也很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东西。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介意我给他修图。4号。你好，男嘉宾，就是我平常的照片风格的话，可能就是说比较自然的，也不喜欢就是去 P 图，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少了一点乐趣？少乐趣谈不上，就是因为我可能跟职业关系有关吧，就是我对照片有一个执念。我希望的是对方的任何的社交媒体的发布的照片，最好我拍，然后我修。9号。男嘉宾你好，那你会介意就是说你 P 完的照片是我的自拍照，然后我再 P， 你介意吗？这个我倒没有介意说，按照你的审美来说，你觉得哪里还要改，那你再自己细微的调整就行。看第一条片子。如果说生命是一场奇妙的旅程，你想奔赴哪里？我是刘俊宇，现在是一名记录幸福的婚礼摄影师。也是一家婚礼拍摄公司的合伙人。我喜欢用特写镜头去捕捉新人的情绪。不同的情绪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爱情故事，见证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甜蜜，也目睹了历经3000多天爱情长跑的始终如一。以往还有过几段事业。可每一段都因为感情分手而选择了结束，自费去国外进修摄影，却因为分手回国。恋爱时开的奶茶店和私房菜馆，也因为分手关门。其实每次创业都没有想过做行业的老大，胜负欲低，但也不是不思进取吧，只是不想从别人的口中来判断自己。玩游戏也一样，体验感永远比输赢更重要。所以遇到强势的同伴，我甚至会偷偷的帮助弱势的地方。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一个人度过。朋友需要我，我在所不辞。但我并不会特意去维系兄弟情谊。想看电影，
吃火锅这种事情，我只会想跟女朋友一起去做，可是奈何我没有女朋友。骨子里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也十分乐意当全职奶爸，陪伴小孩成长，想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曾有150位披着不同婚纱、画着精致妆容的女生站在我面前，而现在我想望着属于我的那个人，和他一起目的地结婚。如果我们目的地相同，我来找你。解释一下低胜负欲和你说并不是不思进取，它的区别是。花开有时，无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解释一下低胜负欲和你说并不是不思进取，它的区别是。首先，我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工作，我都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做，但这个我不想跟它的结果去挂钩，我可能会更注重于过程。胜负好像我觉得是跟别人比，而进取是跟自己比。就是输赢啊什么的，是跟别人比有参照系的，而且是一定要有个结果的。然后进取呢，其实我们只要努力了，像男嘉宾说的，我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尽力了，我也有提高了，那于心无愧就好了。你刚才说是交往的朋友当中，女朋友永远都是第一顺位的。对，女朋友是第一顺位，就是人际关系，女朋友第一，然后家人第二，然后朋友第三嘛。我要是你爸妈听完了之后，你幸福，夫妻恩爱，当然很好，怎么我就顺成第二位了呢？本来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拿来就是排行的，就是如果一定要有个排行，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作为父母的话，我能够接受的。要是我的小孩说我有另外一半很重要，我要陪他，我就赶紧去吧。11号 ，Hello， 男嘉宾你好。Hello。刚刚看 VCR 说你想做一个就是称职的父亲嘛，对吧？同样，我也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我想做一个好母亲。那包括呢，我觉得我也愿意说，假如以后结婚生子了，我愿意不工作，比如说5到6年。来陪伴孩子成长，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这个我可以接受，就是我可能对我来说，家庭当结了婚之后，家庭的比重会更重一点。对。我是完全尊重女方的任何意愿的。如果女孩子在结婚之后觉得说她想更多的事业投入进去，她没有这么多精力照顾家庭，那我这时候我愿意承担那个奶爸的职责，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奶爸，就是我愿意承担。你现在在杭州哪个区呀？因为我也杭州的，问你一下。西湖区。那你在哪个区啊？我在萧山。也不远嘛，半个小时。还好吧，大概半个小时多一点点。看下一条。有关爱情的剧本杀，我经历过2段。第一段的女主角相识于桌游吧，她走后，我直接找了朋友要了她联系方式。她有男朋友吗？没有男朋友。我想做她男朋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加微信后不久便确定了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后，她说想回湖州照顾外婆，我愿意。我说我愿意陪她回到湖州，安顿下来开了一家私厨馆。本以为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但慢慢发现这个愿望似乎很难实现。她好的时候特别好，坏的时候就像地雷，不分场合当众爆炸。有一次半夜2点，带着弟弟弟妹去吃火锅，店里的香菜刚好没有了。这里没有香菜，你去买。他一定要我去买，当着他们的面冲我发火，让我下不来台。缺乏安全感的他会频繁询问我的过去。你给其他女生削过水果没有？无论我回答有还是没有，没有。骗谁了？我才不信。有。我是说你怎么削得这么熟练？他都会生气，就算我选择了沉默，他也能原地找到气的点。怎么了？问也问不得。苹果怎么削都不能合他意。也许他不是在意形状，而是压根不喜欢苹果吧。分手后，我关掉了私厨，离开了湖州。第2段是在工作中遇到的女生，她因为容貌焦虑在学化妆，而我在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被惊艳到了。我更加用心对待这段感情。
但他完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玩自己的，我得不到半点回应，就算是吵架，他也会把我当空气。一般他不开口，开口就特别伤人。我真后悔跟你在一起。我也会因为他的话而陷入自我怀疑。后来他主动提了分手，说我脾气不好，老是吵架。回想时才发现他对我的防备心很强，拒绝告诉我他所有的社交账号，甚至连我们的关系他都不肯公开。你是怎么能接受他这样子的？我跟他说过一句话，就是孙悟空那时候在打白骨精的时候给唐僧画了一个圈，在我认知里，我觉得感情里面有一个无形的圈，所以我跟他说，在你的圈里你是绝对自由，你可以完全做自己。见证过越多的幸福，自己也愈加向往稳定的感情，希望未来的另一半原生家庭健康，互相理解包容。你会是我寻找的答案吗？你说苹果怎么削他都不满意，也许压根儿他就不喜欢苹果。你再想一下，他压根儿不喜欢我吗？这都发现了。7号，男嘉宾你好，那我平时可能会是一个脾气也是有点不耐烦的那种女生。如果触碰到我底线的话，我可能也会在公众场合就是和你吵架。你现在是完全不想找一个有脾气的呢，还是说可以分什么事儿？就是我希望找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我更希望的是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大家我们两个要吵就吵。我还是不希望说在外面就是当着所有的人面，我会觉得这样对周围人也是种影响吧。你刚才说你也是一个不怎么耐烦的人，如果触碰到你的底线，你也会在公共场合发作。是。你所谓的公共场所包括哪些呢？比如说饭馆、高铁、飞机。飞机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周围很安静。哎。但是像那个，这有点涉及到素质的问题了，我觉得。但是如果是饭馆之类的，周围本来就是有动静的嘛。那假如说我不小心翻他手机，哎，他突然冒出来那种跟谁不清不楚的，那我肯定要爆炸了，我绝对等不了回家的。他刚才那句话我很认同，这牵涉到个人素质问题。比如说他刚才说的很好，影响到周围人。刚才你也都发现了，哎呦，飞机上不合适吧？太安静了，你都注意到了，在那么安静的场合，你会打扰别人。那么吃饭的地方呢，会不会也打扰到隔壁的人呢？考虑一下就好了。1号，你好，男嘉宾，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然后我叫单婷。然后我看你前2段 VCR 里边，都是对女朋友非常特别主动付出的那种吧。然后我也想找一个会主动对我付出的一个男生。之前说的你女朋友在饭店里就因为香菜和你吵架这个事儿，这事儿其实我也发生过。因为我觉得，吃对我来说很重要。有一次是下大雪特别大，我和我之前的男朋友，然后是外卖根本就送不进来的那种情况，然后我真的就是已经气到哭，你知道吗？如果说真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理解我，然后带我出去吃饭，或者说，你能就是安慰安慰我吗？我觉得这种东西能满足的，我都尽量满足。你的前女友呢，她不是爱你，她爱你对她的好，所以她必须不断的确认这件事情。她每一次无端的发脾气，凌晨2点要你去买香菜，只是想看你一个态度。他说2点你给我买香菜，如果你态度是行行，那我就给你找。他也许就是说，哎呀，这么晚也许找不到，算了。你要是说，哎，2点我去哪儿找嘛？他说你给我找，你必须给我找。你的一个态度一瞬间就把他激怒，因为他觉得，哎，我爱的就是你对我的好，哦，你现在对我不好了，那我爱你干嘛？那这往上下还可以探一步，就这种人他本质爱一个人对自己好的，这是一类人，刁蛮一点，有点任性，他其实就是爱自己多一点。5号，男嘉宾你好，因为确实前2段我觉得，可能你比较惨，然后，但是也是你做的选择呀，就是这2个女生什么地方吸引到了你？第一，这演员嘛；第二，然后相处过程中觉得，这个女生能聊；第三，就是她有些
他能够听得懂我说的话，就是我可能表达的一些东西，他能够 get 到，就是类似这样。就我一旦选择了，就是他了。好的，谢谢。这就是刚才那个傅聪说到的，他吸引你什么？为什么这样的女生你2次碰到你都会喜欢她？是因为你的个性当中也有那种讨好的性质，所以你们2个就变成了一种，他认为这样你服从就是爱，你以为你隐忍就是爱，你们以为这叫爱，其实这都不是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谈不下去了。15号。就是你 VCR 里有说比较在意原生家庭，然后这个点是怎么来的呢？就这2段啊，就是我刚刚 VCR 里提的那2段的感情，其实女方的原生家庭都不是特别的完美，然后可能相处过程当中，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不是问题，但相处过程中我会发现她的很多的点，可能会跟她的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我会觉得说，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我觉得是不可逆的，会长久的伴随这个人很长时间，甚至到老。你刚才讲了很多原生家庭如何，性格如何，这里边2件事，他性格的成因是问题之一，他爱不爱你这是第2个问题，这2者有的时候有关系，有的时候不一定有关系，所以形成亲密关系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一下我们彼此喜欢的程度，这件事很重要。最后一个问题，6号。南嘉宾你好，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如果说你的女朋友她自己情绪管理非常好，而且大吵小吵都不会吵架的那种，你能接受吗？这种可以啊。所以首先我跟你顺着你那个话题，我想说就是我对于感情呢，可能我的理解就是沟通是最重要的。上一段感情那种几乎是零沟通的，其实给我带来的这种心理阴影会比较大。我会觉得说，就无论2个人再怎么吵，觉得最后还是要坐下来2个人好好沟通那种。我反而比较接受你这种行为，就是有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什么事情都是大家好好说嘛，没必要说一定要冷着，要板着脸那种，然后让一个人去跳独角戏那种感觉。现在留灯的是3号、6号、7号和18号，上去灭掉2个人都回来。有请3号、6号。看心动女生是谁？12号。看一下智推，刘俊宇的智推女生是11号吴静燕。男生踏实靠谱、善良、有爱心、有同理心和责任心，感情上浪漫感性，在意对方的感受，愿意与爱人、家庭付出很多。女生外表开朗外向，内在传统，有原则有底线，重感情，乐于助人，靠谱。对待爱情认真忠诚，注重仪式感，追求精致浪漫的生活。男生喜欢女生的精致细腻，女生会被男生成熟的气质所吸引，双方互补，相得益彰，供2位参考。来，我们看4个女生基本资料。张玉要做的改变，我的免谈条件，最怕男生喜欢什么？你选一个。第3个。3，自己的爱好众多，可以第1天在东北滑雪，第2天再去海南潜水。如果男孩的爱好只是窝在家里打游戏，那就等于放弃了精彩的人生，绝对不行。
吴俊贤，希望你这么做。我的一天，最爱的休闲。我的一天，看条短片。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从小就对美有着自己的执着和追求。我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创办了这家美甲美容店。忙碌的一天从我步入店里开始。对于美，我有着自己的态度。能够带领小伙伴们一起为顾客做出满意的作品，让顾客们变得美美的，就会非常满足。下班后，我喜欢吃美食，食物可以治愈疲劳和我的坏心情，所以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余生陪我一起吃遍所有美食的人。这个人会是你吗？吴敬业，我最在意的，我喜欢周末爱做的事。我最在意的一，特别建议男友有关系好的异性朋友，希望你能主动把身边的异性朋友介绍给自己认识，且不要有公事之外的私下接触。王小丫，潮男恐惧，近期规划不能接受。近期规划，未来想在江浙沪周边发展，也考虑进入互联网大企业，从事产品经理相关岗位，同时积极认识理想的异性，努力做一个温柔体贴又独立上进的女朋友。好，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就是你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婚礼？那我首先的话就是，对于家长来说，肯定首先要有一个传统的婚礼来宴请大家。然后，当我自己私下是想进行一场旅行婚礼。我想要的是一个户外的小型婚礼，只有我的亲朋好友，就是人数要少，不是那种摆很多酒席的。因为我们那边啊是女方出嫁在中午，男方结婚在晚上。比如说女方出嫁是中午办的酒，然后下午呢还有一个小的仪式的，我希望是一个草坪婚礼。可以比如说找一些我的朋友、你的朋友，大家一起见证一下，年轻人嘛。晚上的话就是两方家人嘛，坐在一起一个传统的婚礼。6号，我比较喜欢旅行婚礼，比如说可以一起去跳伞啊，可以一起去冲浪啊、打球啊，一直在一个玩，然后旅行中度过。来，中间2个女生，你要选的话，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两边的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想清楚你的决定是。我选11号。啊，你选11号？来，3位女生请回。哇哦！来，最后一点时间。就，可能一开始那个就是那个 iPad 选的时候快了一步，本来是想选那个11的，然后那个确认键按的滑了。哦，原来是这样。一开始我是了解过你，首先是个杭州女孩子，然后我可能也是为了那个结果去的，所以可能对我来说异地就 pass。第二个我了解你是活动策划吧，活动策划可能你会有很多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吧，然后包括你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接触到婚礼策划这一块，所以可能我们的圈子会有一点点的重合。你刚才所在意的那些东西，就是包括异性啊这些东西啊，我这些都是自觉能做到的。反正，加油！好，我懂了。首先第一点，就我觉得我跟男嘉宾的一些就是观念还是蛮相像的。就比如说，一的话就是对以后家庭的一个想法，他是一个负责的爸爸，我也愿意做一个负责的妈妈。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也是暂时没有考虑异地的一个情况。第三点就是，一开始我还在想，志推是我，但心动不是我。因为他之前2段恋爱都是一见钟情那一种，这点蛮相像的。但是男嘉宾，我有一个问题啊，
你想找一个原生家庭比较幸福的人，对吗？哦，是这样子，就是我的话，原生家庭来说，可能没那么的幸福。因为这点的话，我感觉它是一个硬性条件，因为无论说我们在不在一起，这点它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说，如果说你选择我，就要接受这一点。那假如说不能接受，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啊，没有关系。我就想问啊，就是你父母关系如果不好，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就我希望，比如说，假如有一天我跟你结婚了，我希望我们是个幸福的家庭。我是不喜欢我现在这个家庭状态的，所以说我不会把我目前的这种家庭状态带入到我的下一代当中，明白吗？所以说我会更加好的去维护我以后的那个家庭，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更加幸福一些，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的态度是？如果说你是能够接受我的原生家庭没那么的幸福美满，甚至来说我觉得可能有点差啊，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的，我是接受，我是接受的。所以给句话，鼓点。我愿意，我愿意。哇！我的天哪！恭喜！咱登对啊！好配呀！我对原生家庭比较介意的点是，我比较怕说，父母的有些关系不好，会影响到他对于以后的恋爱观、婚姻观。我是怕对他有影响，而不是说对于父母怎么样。父母关系好坏，可能我们这一辈是无法去改变的。他对于感情的有些看法，包括他对婚姻的看法，我觉得是我认同的。我对男嘉宾的印象的话，就是，第一点，他恋爱观我是比较喜欢的。第二个是他对女朋友真的挺好的，我也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比较贴心的男朋友。他们牵手好自然啊！西湖牵手了萧山嘛？简直了！我就觉得好幸福。你看那个男生笑起来那个充满幸福的样子。湖光山色，这个女生和这个男生都好聪明啊，因为那个女生在这个男生的整个过程中迅速的抓到了一个点。哦，那我的原生家庭也不美满。其实真正美满和完美是很少的。但是当我自己能够经营一个家庭的时候，我希望给孩子以幸福的那个氛围，所以我觉得那个女生给出了非常积极的正能量，我觉得纠正了男生之前的那些偏见。他说原生家庭的影响是不可逆的，这个在心理学上是不成立的。当然不成立。原生家庭的影响完全是可逆的，环境的影响，它只不过是一个外部条件，而爱是逆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Hello， 飞哥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我叫龚小丁，今年24岁，来自南京。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可以给我用破壁机打豆浆。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用破壁机的人，我觉得破壁机这个东西简直是太神奇了，就是你可以把什么东西往里面嗡给它打，然后我打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呢，像什么养的芦荟啊，
还有一些像西瓜皮啊这种东西。但是打出这么多奇奇怪的东西，我觉得豆浆是我认为我最能够接受的一个饮品，所以说我特别喜欢用破壁机打豆浆。哦，你是爱破壁机多一点，还是爱豆浆多一点？是爱破壁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豆浆这个好喝的饮品。12号。你好，男嘉宾，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希望你的另一半帮你去打这个事情，你自己也可以做？因为我希望对方可以理解我喜欢用破壁机的这个习惯，但是也并不是一定要对方帮我去打，我们可以一起去打，都是 OK 的。了解。1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可以每天给你打豆浆的话，你可以刷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可以每天给你打豆浆的话，你可以刷吗？我很喜欢干家务活。那太好了。22号。男嘉宾你好，说起豆浆来，有一次在冬天的时候，我是去给那个我们当地的环卫工人去送那个豆浆，因为我觉得冬天是蛮冷的一个季节嘛。其实每走到这个路上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很多环卫工人啊，真的很辛苦，而且很不容易，所以我也向他们致敬。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是和我的小伙伴、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去早上打了那个豆浆，给他们去送了一杯，这样子的。特别好，特别好。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对方删聊天记录。这个行为我是这么看的，聊天记录这个东西删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惜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在聊天记录当中，我们可以准确的回忆到我们之前一些开心的事情、生气的事情，或者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留存的必要的，而且不光我是希望把聊天记录屈居于互联网之上，我甚至还会把聊天记录做成一本书。不过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来，因为目前还没有人让我去为他这么做。21号。我想问的是，你会查看我的聊天记录是吗？就是看我和其他人聊天记录可以，但是看我和闺蜜的聊天记录休想。这一点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为了保存它而去保存它，而非去找证据保存它。而且我也不会去看我另一半的聊天记录，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行为。如果说对方不想让你看见的话，什么东西都会找不到。19号。男嘉宾你好，那请问您会删和您前女友的聊天记录吗？实话实说啊，我会把前女友的聊天记录全部截屏保存下来，但是我会把这个人给删掉。那就是现在还在继续保存着，然后偶尔还会翻看，是吗？就是回忆一下当初。并不会。不出书吗？不出书。看片子。大家好，我叫龚小丁，目前在一家南京的传媒公司任职项目主管。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都是一个热情似火的男孩子，一个社交属性拉满的人，有点话痨。去一些饭店里吃饭，然后哪怕隔壁桌认识不认识的，我都能够接他们的话茬，能够聊到一起去。这是我的天赋技能。早上好，早上好，兄弟，辛苦了，辛苦了，我们都需要你。帽子很显精神哦。头盔真帅。好，天天开心，辛苦了，早上好啊，工作辛苦了，加油。但其实周围的人不知道的是，我的这种话痨体质是为了掩盖我内心的敏感和自卑。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外向性自卑。小时候，我的母亲对我的教育就是典型的穷养式教育，经常会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什么叫做勤俭节约。我老爸的手机屏碎了5、6年了，就是这样继续用着。家里面洗衣机坏了，他们要自己修；空调坏了，他们要自己修；电视机坏了，他们也要自己修。他们还都修好，家庭物理学的奇迹，真的。
在我大学毕业之后，逐渐发现我的家里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贫穷。父母呢，对于我的一个穷养型教育也变成了一种放养型教育。不过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让我从3岁开始学画画，一学就是学20年，培养了我的艺术细胞。我还有一个小爱好，那就是种树。我希望和以后的女朋友也能够种下一棵属于我们2个人的树。我对于婚姻的理解并没有受到太多传统观念的影响，只要我们2个的感情足够到位，和女生父母一起居住，我也是乐于接受的。而且以我的性格来看，我会和长辈们相处得很好。2号。男嘉宾你好，能感觉到你是一个社交能力比较强的一位男孩子。我是想问，如果说你带着你的女朋友去参加你朋友们的聚会，你是会属于跟朋友们聊得很开心的那种人，还是会想办法让自己的女朋友融入到你的朋友的圈子中，就是大家一起去聊一个感兴趣的话题呢？那必然是选择后者啊！而且以我的一个性格状态来看，基本上第一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比如说女孩子，如果是像我这种比较内向一点的，可能很多话题我就接不上来，我就喜欢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玩手机，就这种怎么办？那我肯定会尊重你的选择啊。你尊重他的选择，就是你跟朋友聚会，你就好好玩手机，还是陪他一块儿玩手机？那我肯定是以我的女朋友为准，毕竟在我眼里，我觉得女朋友是比兄弟们重要的。11号。男嘉宾你好，我叫归梦娇，是一名行政助理，而且很巧的是啊，我们都是传媒公司的。我刚才看到 VCR 里面你有提到说自己就是有很多年的一个绘画基础和经验嘛，然后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有过2年的绘画学习，但是很遗憾没能坚持下来。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能不能给我画一幅人像素描呢？完全 OK 的。而且20年的画画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画的好不好和学了多少年其实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说哪怕你只学了2年，我也特别期待你的一个绘画作品。23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你的 VCR 里，你有一个爱好吸引到了我，就是种树。因为我本科呢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然后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知山知水，树木树人。然后我每年的植树节3月12号，我也会去种一棵树。然后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种一棵树。完全没问题，种到你学校里也可以。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学校里种了一棵树。正在特殊纪念的日子里去种下一棵树，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而且树才能活得很久。是的。杨怡的。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父母对你这种从小穷养式的教育，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就是你认为达到了什么一个效果呢？这一点我肯定是非常感谢我的父母的。这个行为对我现在一个影响就是，我现在如果说什么东西坏了，我会先去尝试修一修，我不懂的我就会去问一问，不会的我就会去试一试，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会在里头获得乐趣。1号。你好，男嘉宾，我刚才听到你 VCR 里边说你原生家庭，是因为你爸妈对你穷养，使你有一种外向自卑型的这样一个性格。对，是。我觉得我跟你就是挺有同感的，但是你觉得2个这样家庭里出来的人，他们真的可以好好在一起吗？是这样，就有一点我想告诉你，就是我们这个外向自卑啊，自卑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我认为它是一个中性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健康，就是我们能够像所有正常人一样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外向里面有个自卑，或者自卑里有个外向这种东西而去感觉我好像做不了这个事情，我好像做不了那个事情，我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不用有这样的想法。好的。是的。周灵儿。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外向型自卑，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我啊。就白天我会觉得哇，我好美啊，到了晚上我好丑啊，然后就白天就可能觉得，我就觉得我不缺对象，然后到了晚上我可能这辈子就孤独终老了吧。就是
白天和晚上我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你会怎么看待这种人格？我认为可能和当时的一个环境，还有你白天经历一些事情去受到一些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一个行为。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是这个样子，但是第二天就像你说的，不管晚上多么的孤独，但是第二天你都会觉得啊，我好自信啊，所以说这才是你最根本的样子。我的感受是我听周灵儿说完，我觉得好多女生都有这样的想法，但这里面前提有一个点，就是她一直在考虑自我评价这件事情。她有个标准，我在自我评价之上，这个评价我达到了，我就是好的；那个评价我没达到的时候，我就是不好的。就说明他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很少活到自己纯粹的感受里面，他很想去达到某一些可能是父母，可能是他人给他的一些标准。时间久了以后，你就觉得，哎呀，我对我自己的评价不是那么自主自控的，所以我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有些时候上上，有时候下下。然后我们找找那个原因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自我探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是你好好想想，如果有一天你找一个对象，可能就反过来，白天你就很烦，你老还为他想啊，他要吃什么还要迁就，哎，到晚上你又很安心，因为有个臂膀可以依靠，是一样的。好，看下一条。在我的情感经历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段1年半的。当时我大2报一个线上的英语培训班，我们先是在网上相互交流，聊着聊着，互相也就有了一定的好感。后来我去成都出差，约他见面，我就跟他表白了。恋爱当中，我平时都会经常送他一些小礼物，但是有一次我给我自己买了几件衣服，却忘记给他买。他因为在节日当中没有礼物，就非常的不开心。我一直哄他，但是却一直没有哄好。最后因为他的冷暴力，我们就分手了。还有一段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郑州的老家玩剧本杀，认识了一个女孩，跟她聊得也很开心，也就相互生出了好感。有一次她突然跟我说，她其实结过一次婚，当时我非常的震惊，完全没有想到。我后来又自己接受我这个事实，因为我喜欢的还是他这个人，就不应该在乎他的过去。但是恋爱之后，我才发现他还跟他之前的男朋友有联系，而他又希望我跟之前的女朋友全部断绝往来。这种双重标准就让我有些介意，而且在我一再的要求他跟前男友减少联系的同时，他还显得非常的不高兴，我们就分手了。我喜欢的女生还是那种比较温柔甜美一点的，以前的所有恋爱当中都是女生提的分手，希望我也能谈一次不分手的恋爱。11号。男嘉宾你好，是这样，我刚才看到 VCR 里面有提到说，那个在固定的一个比较有含义的节日里面，你没有送到你之前女朋友礼物嘛？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重仪式感的人，就是平时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只是生活的调味剂，但是仪式感这个东西可能会给我们2个人之间的生活增加很多幸福感，所以我认为就是送礼物这件事情，在固定的节日有仪式感很重要。其实我对于这一点是有一点自己的一个看法的。仪式感这个东西，像所谓的节日，是通过大众来去制造出来的，而我们2个人完全可以制造属于我们2个人自己的仪式感。那我们2个人第一天就是一个我们的纪念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2个人的仪式感。所以说，不在节日送礼物和没有仪式感，我觉得这2个对我来说不是具有关联性的。12号。你好，男嘉宾，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是怎么哄他的，就是没有哄好导致分手的？因为可能我嘴巴比较笨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和女孩子发生争执的时候，我只会低头和认错。因为在和女孩子发生争执的时候，我认为我们2个人之间的感情是一个总和。如果说我一点小小的不开心可以换取你很大的一个快乐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种行为。虽然我个人的情绪是下降的，但是我们2个人总体情绪是成倍递增的。所以说，就是我不需要去给他们讲道理啊，或者非要争论个对错啊，我会更看重我们的总体情绪是否上升。
我想表达一下，男嘉宾他刚才说了一个他的观点，但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恰恰不是这样的。很多男生会喜欢说啊，我其实不太会哄人，我嘴巴比较笨，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你知道吗？不知道说什么，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怎么想。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非常非常坦白，然后非常非常的可以去探讨自己真正的内心的想法。我觉得其实没有一个女生喜欢听那个男生说好，都是你对，好吧，我求你，我哄你好了吧？没有一个人愿意听这样的哄。良好的沟通不是讲对错的，是讲你为什么不开心，是交流感受的。谢谢。我很赞同黄老师的说法，你刚才的因为情绪打不了分的。你刚才说自己从75降到65，换来你从60涨到100，我们总分上升，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没有真实的进入过情感生活的，因为情感它是流动性极强的，它在不同的时间段它都完全无法量化。你不要试图去让那个整体的结果最优，而你要试图去走进它灵魂深处。谢谢老师。他们说的都对，要有2个前提就更好了。一个前提就是要评估一下跟你相处的那个人的理解和沟通意愿以及沟通能力，还有一个2个人的情感接触。一个女孩愿意跟我交往，你喜欢我什么？这个事起码得知道吧？沟通这件事情特别重要，而不是叫忍让。谢谢。最后一个问题，20号。你好，那个男嘉宾，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我发现，就是因为你的那个第2段感情嘛，是因为你说你前女友跟她当时的前男友有纠葛，我就想问一下你这种比较怀旧人，在你自己处理前任这个感情里面的话，你是怎么处理的？你要说全部，他这个人在你的脑海里彻底消失，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一个行为，毕竟你经过他就在你脑子里了。但是到底是选择现在、选择将来，还是选择过去，这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我认为所有和前任相处下来得出的经验，全部都是为了更好的和现任去谈恋爱。有没有人对刚才那句话想说说自己看法的？来，14号。男嘉宾你好，首先我是抱有这个看法的，就是断了过去才是对新的开始的一种尊敬。既然过去记录不想删，那未来要怎么重新开始呢2位老师对刚才那句话的看法？刚才那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那可能女嘉宾会觉得保留一些跟前任的东西、纪念品，或者是联系方式是我们常见的。但是你说要把对话记录全都保留下来，这个可能超出了一般女生的想象力。然后对于这个点，她没有太多的解释。那你是在怀念那个曾经的甜蜜，还是说在纪念自己的一段生命历程？就是这个不清晰，所以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不太会往前走？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的担心。我的感觉，他最后那个回答呀，其实是在猜女生想听哪个回答，所以给出了那个答案。某种意义上不一定是他真实的这种生命感受。我感觉他自己没想得特别明白，就你还得再往后想一步。他灵魂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他害怕一切被时间遗忘的东西。所以他说的把女生的截图留下来，跟你们刚才说到的把前任还留在心里是完全的两码事。你们说的是情感维度上的，但他是个审美维度上的，他是出于一种艺术感受，就像把他一幅画烧掉就要了他的命一样，因为那不可逆。但是他又没办法把那种一个学了20年画画的一个艺术感受在语言表达上跟你们说清楚，所以他就在后半段已经试图在猜大家的想法了。我同意陈明刚才说的，你在比较仓促的情况下讲了那一句，这个话我不确定他们怎么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段恋爱都值得纪念，都有它某种单独存在的意义，而不是为某一个来做准备。再见。谢谢。不是你
你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那是你。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之前我保存过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并不意味着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难以割舍，而是一个对于存在过的一个事物的一个保留。对于未来，感情方面自己还需要再沉淀一下，因为客观事实告诉你了，你自己是有问题的。像我一些很多东西表述不清楚啊，像一些对于感情方面可能就是没有说理解到位，这些事情是明显我所欠缺的。祝他幸福吧。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付进付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啦啦啦啦。